大家好，歡迎嚟到 Tony Chan 嘅頻道，我係 Tony Chan， 新年快樂！今集呢係我嘅被遺忘嘅系列嘅最後嘅一集嘅大系列，就係被遺忘嘅都市規劃。如果你覺得呢早前講嗰啲灣仔大坑嘅清拆歷史呢好遙遠啊，澄碧村嘅地理位置啊對你嚟講都好遠啊，或者係甚至乎調景嶺村嗰個歷史更加係遠到遙不可及嘅話呢，咁以下呢一啲嘅都市規劃呢，就其實就係近在咫尺嘅。有啲嘅規劃呢，就更加係從來都未開放過俾大眾，可以直接申請為一啲嘅歷史古蹟。咁我哋就用呢幾分鐘去睇睇呢一啲嘅被遺忘咗嘅都市規劃。葵涌公園係醉酒灣嘅垃圾堆填區停用之後改建而成嘅，原定於1992年啟用，但係發現堆填嘅垃圾因為自然腐化而釋放咗大量嘅沼氣，結果需要取消啟用。喺03年嘅時候呢，民政事務局建議復修公園嘅設施，重新開放，但係又適逢當年遇着沙士，工程呢未獲安排優先進行，直至到2008年，為咗配合09年嘅東亞運動會，公園部分地方改建咗成為香港嘅賽馬會國際小輪車場，直至到去2010年嘅時候，葵涌公園嘅規劃係一直都係暫停嘅。8年之後，2018年嘅5月，審計署點名批評葵涌公園嘅發展進度非常之唔理想。我哋其實一路以嚟都睇到，其實去葵涌公園係一路都有呢一條嘅行人天橋可以直達到去嘅。而呢條行人天橋其實就係可以方便原本諗住去葵涌公園嘅居民或者係一啲嘅市民，方便佢哋接駁到去返葵芳嘅一啲嘅市中心嘅地帶。咁我哋一路咁樣沿路行嘅時候，其實由葵芳嘅葵青劇場嗰度開始去行，一路咁樣行，再行呢條咁樣嘅天橋。其實大概都係行大概5分鐘左緊，但係最可惜嘅就係，當我行到去呢一個嘅天橋位嘅盡頭嘅時候，其實都係發現到呢一個嘅葵涌公園嘅門口都係一路都係鎖住咗喺度，係冇開放過俾大眾去進入嘅。原定呢一個公園1992年啟用，到而家呢一刻已經係有30年啦。葵涌公園到今時呢一刻都仍然係唔能夠開放俾公眾去使用。我一步一步咁樣咧，就行到嚟呢一度咧，就係佢原本嗰個入口咁啊。但係你見到個入口咧，都係長期關閉咗喺度嘅。咁啊，其實呢一個葵涌公園咧，由一直40年前到而家，一直都係冇正式開放被啟用。好，我而家咧就嚟到呢度係深水埗嘅海皮地帶，呢度就係南昌村。南昌村呢一帶呢，就有2個呢係被遺忘咗嘅都市規劃，而呢一個都市規劃呢，係到今日呢一刻呢，已經變為一個平地啦，已經唔見咗啦。到底係呢一條街係咩街呢？呢一條街呢，其實就叫做昌新里。咁就呢一條街呢，曾經呢有一條行人嘅天橋嘅。就係叫做南昌村行人天橋。咁啊，呢條行人天橋
到底有啲乜嘢嘅發生咗啲乜嘢事呢？昌新里行人天橋係1990年落成，但係你見到呢附近呢都不乏一啲嘅斑馬線啊，或者係馬路嘅，咁所以呢，就一直以嚟呢嗰個嘅使用率呢都好低嘅。咁喺10年之前呢，咁就有一群嘅露宿者呢，就開始喺呢條天橋上面呢，就搭建一啲嘅木屋。咁就去到2018年7月呢，民政事務處呢，就先開始去處理呢條天橋嘅一啲嘅問題。咁曾經呢，有啲團體呢，就建議呢，就開始一啲嘅假日墟市啊、露天劇場啊，或者小販文化館啊呢啲嘢，但係呢，一直都冇處理過啦。咁就去到2020年嘅5月，咁就政府呢，就終於去同意去將佢拆橋。咁就喺2021年呢，就第一季就開始咗。呢一條天橋，咁啊，終於喺2021年就正式拆咗啦。咁啊，而家2022年呢個年代嘅時候，咁你會見到呢一個地方變成咗一個好大嘅空地位。嚟到同昌新里好近嘅一個建築物，呢一條行人隧道呢，我由細到大都未行過嘅。呢一條係深水埗九江街嘅行人隧道。咁啊，呢條行人隧道呢，喺1988年建成完之後呢，20幾30年嚟啦，都一直都係封閉咗。咁啊，市民啊未能夠用到呢條行人隧道之餘呢，就更加曾經淪為一啲露宿者之家或者係垃圾缸。咁啊，曾經呢，有一啲嘅團體呢係建議呢，呢個隧道入口即係而家綠色呢個位啦，咁就係可以俾大家呢可以成為一個社區嘅客廳，或者係提供一啲共用雪櫃啊、遊戲角啊呢啲咁嘅設施呢。又或者又建議過可以喺個隧道口嗰度呢，就整一個電影啊、紀錄片嘅放映場地，但係呢啲嘅計劃通通都冇落實過。而家呢一個地點仍然都係一樣咁樣擺咗喺度，仲堆咗好多垃圾喺度添。咁到底呢一個九江街行人隧道會唔會再開放俾行人去經過呢？我諗應該都冇乜機會啦。咁始終呢度咁樣通過去，最多都係榮昌村，但係經過呢一度位，咁樣經過嚟呢個位，其實行翻出邊嘅欽州街都做得到嘅時候，我諗呢一度都會一路都係繼續咁樣，永遠被空置住。好，咁咧，我而家咧就嚟到呢一度咧，大家都知啦，呢度就係旺角道嘅行人天橋啊。咁啊，呢一條行人天橋咧，其實就唔係香港政府路政署去起嘅，
其實呢一段咧，其實咧呢一條行人天橋咧，其實係由新鴻基地產咧去斥資去興建嘅。咁其實咧後邊嗰個段咧，其實就係後邊嗰度咧綠色嗰個位置咧，即係嗰段咧，其實就喺2002年咧，其實就已經興建好噶啦。其實佢興建咧嘅原因咧，其實只係方便顧客咧，就係透過呢個行人天橋系統咧，就去到佢旗下嘅商場，即係新世紀廣場嗰度嚟購物消費嘅。咁啊，亦都順帶咧就方便咧呢一帶嘅人咧就可以行呢條天橋咧，就去旺角嘅東站嗰度搭火車啦。咁其實咧，而家我企喺嘅呢一段咧，呢一段咧其實係一個西延段嚟嘅。咁呢個西延段咧，其實就係諗住咧喺2002年咧過多幾年之後咧又再起好嘅。但係咧個工程咧就一拖再拖，拖下咧就拖足23年。啊，真係好神奇嘅呢一個工程啊！咁咧就好得意嘅，咁我哋都講一講點解會咁得意啊！好啦，咁咧呢一段咧，其實咧一同以往咧都係其實同前面嗰段咧都係一齊構思好嘅。咁啊，其實由98年開始諗，咁啊前面頭先嗰段咧，其實就2002年咧，其實就已經起好晒啦。咁啊呢一段咧就諗住一拖就拖啊，咁啊諗住就開始整，點不知啊成日都話好多掣肘嘅喎。咁啊例如啦喺07年咧就又話試過去做行工程嘅勘探啦嚇，跟住咧去到2014年咧又話咧因為有雨傘運動咧又停止咗啦，去到2016年嘅時候咧又話地質咧又冇記錄地下設施嘅問題，呢啲咧又出現咗啲問題，又有掣肘喎。咁咧結果咧區議會咧同政府咁多個部門咧曾經咧去邀請發展商咧去參與呢一個嘅會議嘅，咁啊都知道點解會解釋下個原因點解會咁啦。但係咧次次咧呢一個發展商咧就次次咧都唔會揾人嚟出席呢啲嘅會議嘅喎。咁啊結果咧推下，推到去2020年4月18號凌晨1點，終於再重啟呢一段嘅工程啦。咁啊封閉咗旺角道同埋彌敦道所有行車線。咁啊，用吊臂咧就吊起一啲嘅天橋嘅組件咧，去橫跨咗呢一個彌敦道嘅呢個呢一段嘅位啦嚇。咁咧整下，其實只係用咗年幾嘅啫。最終咧喺2021年咧9月30號咧呢一段咧就正式啟用啦。喺呢一個段咧，其實我就睇唔到咧，到底其實點解咧？其實明明咧。其實夾埋，其實真係花咗年幾2年嘅嘢，但係點解搞下要花咗成23年呢？其實呢一個咧應該係可以去值得去研究下嘅呢一個問題啊。好，咁啊行到嚟呢一度咧係窩打老道喎。咁啊窩打老道有啲乜嘢咁特別咧？咁咧其實咧呢度咧係有一條係黐住鐵路嘅有一條行人天橋，我哋叫做旺角窩打老道行人天橋。不過咧，大家有冇行過啊？咁啊，我哋不如示範一次行下俾你睇下。咁咧呢一條天橋咧，其實咧你留意咧，佢有好多個路，有好多嗰啲牌嘅，都有唔少啲牌嘅提示咧。其實有條行人天橋嘅咁樣。咁咧就係呢度啦，有條行人天橋俾你咁樣過嘅。不過咧，就你諗下附近呢度咧，都已經有個馬路位噶咯，而且或者係嗰度呢一度勝利道嗰度附近何文田街呢個位都有個馬路位噶喎。咁到底呢一條天橋方便啲咩人呢？我哋而家咧就開始上去睇一睇啦。好啦，呢條天橋，我唔知有幾多人會係行呢條天橋上去喎，試下啦嚇。咁咧就呢條天橋咧。其實咧就話好多年前咧，就有好多啲露宿者咧喺夜晚嘅時候咧，就會喺度霸晒啲地咧，喺度嚟霸佔嘅，搞到咧啲人咧就習慣咗咧就唔行呢條天橋噶啦，咁咧就唔會行呢條天橋去過馬路噶啦，咁咧就哇睇都幾鬼污糟喎。好啦，咁咧就呢條天橋咧就漸漸地咧就梗係俾人遺忘咗啦。咁啊樓梯間咧就傳聞咧就話好大陣尿味嘅以前。咁啊，唔好意思啊，其實咧而家都有好多露宿者喺度。哇，其實原來都真係真嘅喎。又話咧啲人會公然咁樣吸食毒品啊，衞生狀況係幾差下嘅喎。咁啊都幾勁啦嚇。咁啊呢條天橋咧就曾經2019年咧就去做一啲嘅改善工程。
咁啊，睇個樣好似唔係好乘客唔係好高啊。咁啊，哇！呢個係一個新居嚟喎，呢度係又話做咗改善工程嘅。2019年未做過改善工程嘅，個改善工程喺邊啊？哇！咁啊，睇嚟真係怪唔知大家都唔記得咗呢條天橋啦。個改善工程結果隔咗2年之後又出現翻喎，冇乜分別喎嚇。好，咁就個結論咧就係冇乜變過啦，冇乜變過喎，個狀態係嗱，你見到呢啲位咧應該都係即係啲紙皮啊、啲擔紙皮嗰啲人啦 ，KF33啊，咁啊都係大家都係繼續無理到你呢條天橋啊。好，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係北角，你見到呢條電車路咧就係北角嘅電車總站。咁其實呢一度咧就係糖水道。咁啊糖水道咧就有一系列嘅行人天橋嘅。咁我身處喺呢度咧係一條咧好著名嘅行人天橋，叫做糖水道行人天橋。咁啊呢條天橋個名就叫糖水道啫。咁到底有啲乜嘢嘅特別之處咧？糖水道行人天橋咧就係建於1985年嘅。咁啊呢一條天橋咧其實就好得意嘅，就係諗住咧就係俾行人咧就係橫過呢條英皇道嘅。不過其實英皇道都有佢隔離就已經有一個過路位，咁咧就所以咧大部分嘅市民咧都會係棄橋取路嘅。咁啊而家呢條天橋咧就而家咧就直情咧係封咗噶啦，已經正式咗封閉咗啦。已經你見到而家呢一度咧都有好多嘅 notice 出嚟啦。咁就清拆啊、衞生啊呢啲嘢已經係喺2021年咧年尾咧就已經係正式就封咗呢條橋噶啦。咁啊呢條橋咧就曾經一度都係一啲露宿者之家嚟嘅。咁啊露宿者嘅聚居地啦。好啦，咁咧就喺接近年半到2年前，即係2020年嘅時候咧，糖水道行人天橋咧就而家呢度燒光咗呢一段咧，就呢度光禿禿嘅呢一段咧就發生咗火災嘅。咁啊露宿者咧就再次無家可歸。咁啊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咁啊直情政府咧同埋其他持份者啊決定咧就將呢一段嘅行人天橋咧就永久封閉啦，就進行清拆嘅行動啦。好啦，咁你就會話啦，咁咪好咯，個公共衛生啊、治安環境咪好咗好多咯。咁啊啲露宿者咪唔會再喺呢條天橋嗰度喺度露宿啊，或者流離浪蕩咯。點唔會再咁做咯？但係其實真係一個笑話嚟嘅。其實又咁咪人哋會去到另一個地方嗰度會再次去露宿咯。好啦，咁咧我哋咧就夜晚呢個位咧，我哋咧只要咧就沿住都係同樣嘅路，咁咧就行遠少少啫，真係行遠啲咁多嘅啫。好啦，行遠少少，嗱呢度係春秧街街市啦，只要行遠少少你就會見到噶啦，已經。咁啊，只要行遠少少，咁咧你會見到咧呢度有個糖水道嘅公廁咧，你會其實見到咧呢度又有一條行人天橋，而呢條行人天橋嘅上邊咧，呢一條咧就橫跨咗。其實呢條行人天橋亦都係冇乜用嘅，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有過路位，咁呢條行人天橋又變得冇用咧，又其實。我都費事望啦，我上多2步去俾大家睇下算。其實露宿者只不過係將啲嘢搬咗嚟後邊呢一條街嘅啫，所以其實我哋都唔望咁多啦。其實到底係咪真係咁樣遷拆係真係有用咧？咁啊，大家心知啦嚇呢度。
好啦，咁咧我就嚟到呢一度咧，就係幫大家爭取到有個地鐵站啦，講笑啫嚇。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係西灣河，咁啊西灣河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建築物咧，係一直以嚟咧都係被大家遺忘咗嘅。咁呢一個係咩建築物咧？咁啊你見到咧，我行近少少就已經見到噶啦。喂，咁近㗎？係啊，其實就喺泰安樓啊，西灣河體育館咫尺就可以近地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呢個建築物係咩建築物咧？咁我轉個鏡頭就俾大家睇到啦。呢一個建築物就係西灣河愛信道行人隧道。呢一條嘅行人隧道係花費咗730萬喺2003年12月建成嘅。但係你見到咧路面嘅過路處咧，其實喺2008年就建成咗啦。咁所以呢一條隧道嘅使用率係非常之低。曾經有地區嘅人士建議過將呢條隧道不如改造一啲嘅劏房啊、展覽啊、社區活動等等嘅場地啊，但係因為一啲嘅官僚嘅系統，導致到社區內任何一啲嘅可能性都難於去實現。而你而家見到嘅呢一條隧道，你見到有一個個唔同形式嘅帳篷喺度。喺呢4集嘅被遺忘嘅系列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喺方圓之處咧，就自有野花雜草啦。政府因為一啲嘅政策或者一啲嘅規劃嘅失誤咧，就有啲嘅規劃咧，有啲嘅建設咧，就被大家遺棄咗。同時候咧，亦都會將一啲被社會遺棄嘅人咧，就聚集咗起嚟。好糾結嘅就係咩咧？如果呢啲咁嘅方圓被收回改建咗之後咧，呢啲野花雜草又應該要點樣咧？其實呢個社會應該要好好地去關心同埋好好地安置呢一班嘅露宿者啊，一啲社會好有需要嘅人啊。其實任何一個建築物都希望真係希望係被好好地善用啦。咁呢樣嘢先係達至到我哋想見到嘅社會啦。好，我哋一系列嘅被遺忘嘅系列嘅4個系列，就今日去到嚟呢度就結束啦。咁啊，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收睇。